狄仁杰，外面有人找你，一个女的。明府，明府，明府。辛苦娘子了，一回到家久等。明府，那日未能唱完曲儿，明府便睡了。先将腾宫诗集奉上，待日后一一唱给明府听。唱什么啊？什么日后？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娘子有心了。狄仁杰，他到底谁啊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？备马，是去请腾宫。不许去！我去。腾公，可曾觉得夫人看起来有些奇怪呢？她额前的头发被剪短了。这是谁？是谁？不是我。我知道。明府，腾公，明日一早我会登门送行。马肉，不许出半点差池。怀英跟你说什么？哎，怀英啊！我是你怀英大叔，你瞒着我？什么事儿你还瞒着我啊？怀英，怀英，你若再不出现，我就见不到我了。不会的，今日你一定能够见得到我。齐平呢？也一并带走吗？内部香之物带走有何用？临走前一把火烧了就好。那齐平是腾公与银莲夫人爱情的重演，烧了的，不是把腾公与银莲夫人的爱情也一并烧掉了。你这些话有些刺耳。我与亡妻的感情，天地可见。岂是一把火就能够烧掉的？别着急，容我将齐平恢复原样，全当是送作腾公的离别赠礼吧。
这里面还有人。那杀妻图，便是由特殊颜料绘制，移于热水便会显现。我将那特殊颜料刮去，原来的画面便会显露出来。那日，你将一碗热汤药泼于其上，便制造出了一幅触目惊心的杀妻图。那日我疯癫之症发作，举止失控，不记得了。当真是犯了疯癫之症。不然呢？难道你要说我是故意将汤药洒在漆瓶上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先让漆瓶变化，再外传鬼祟邪说，让疯癫之症发作，迷失心智，杀害银莲。唐公，这便是你的计划，杀害银莲夫人，得偿所愿。因疯癫之症杀人，大唐律令、民心、民意，便都站到你这一边。银莲是李翰所害，这是你冥府断的案。我是说，找到李翰，便会真相大白。我可没要你杀人灭口。若真是那李翰因报仇杀人，又何须大费周章让七瓶变化？我为何要杀银莲？我曾问过你，这七瓶是何人所做？无名画师而已，何必再问？非是画师无名，而是你不想告知我画师的名姓啊！图上画的可是银莲夫人。徐凯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这里有点乱。没事，挺好的。屏风画好了啊，快好了。这是金榜题名。这画的好像是个故事。这个是我们的故事。这屏风有名字吗？就叫四七瓶吧。那七瓶中的女子也是她，只是这男子可不是你，而是画师徐凯。照你这么说，与银莲厮守半生的该是这个徐凯，然呢？你杀了他！倾倒银莲府深重，也是倾倒。巧合吗？不然，只是我一直也没有参透，直到我在青楼包房外的墙壁上发现了你用指甲刻下的7道划痕。你跟踪徐凯和银莲夫人私会，一共7次，一次到。好好看看我的指甲，有什么抓痕？没有。指甲已经又长出来，可那日我在为你诊脉之时，确实看见了指甲的磨损。只可惜那个时候我没有怀疑你说。你住口！没有证据就不要妄言。叶仁杰，你构陷我唐凯无妨，若要污蔑银莲与他人通奸，我定不饶你！我一直百思不得解，我不明白，一个男人如何能够忍受如此屈辱。直到我在银莲夫人的房中，发现了你的诗作。旧山虽在不关身，且向长安过暮春。一树梨花一溪月，不知今夜
属何人？你说你在为夫人修改诗作。旧山虽有不关身，且向长安见不出。你把你的印记强加在了夫人的诗作上，企图占为己有。只可惜你耗尽了心思，却越改越不如原作了。狄仁杰，你个名经科出身的末流读书人，也配评价我的诗作？李某确实没有诗才，可也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。有人曾对我说过，男情女爱，不过是相聚时浓，相思时恋，离别生愁绪，痴情生猜疑，多情惹记恨。这些情愫，在滕公的诗中淋漓尽致，其媚然缠绵，比之女子还要入木三分。可现在想来，不是滕公心思比女子细腻，而是这些诗作本就是女人所写。若非如此，滕公怎么会明知道旧情人与银莲夫人私会，却还能强自忍耐？只因你比其他人都更需要银莲夫人的诗稿。徐凯，就叫四七品吧。这画的好像是个故事。是我们的故事。狄仁杰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还记得你说过，那马鞭自军中之后便再未用过。这马鞭是我当年所用，去之后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也算是纪念我数年戎马。那鞭梢上的新鲜血迹，又作何解释？敢把你的后背亮出来给大家看看吗？指甲可以再长，鞭痕却是留下就留下。你每日以马鞭自吃，想要降服心魔，可终究还是忍不了啊！你先杀徐凯，然后再假以疯癫之症杀害银莲。你说我的疯癫之症是装的？在你的书房之中，我们发现了比曼子。比曼子少量服用可使人呈现疯癫症之状。为了杀害银莲，你不惜一连服用10余日，坐实了你的疯癫之症。我若真要杀妻，何须如此？一开始，你确实不想手染鲜血，所以你行贿私事，赎出了李翰。你的话越发不着边际了。我唐侃在蓬莱无人不识，若是去采石场赎人，那司事定能认出我来。你把司事叫来，我与他当面对质。我什么时候提过采石场？对呀，你怎么知道那李翰在采石场服役？此事不难推断。你把司事叫过来，我与他当面对质就好。不必对质了。去采石场赎人的确实不是你，而是赖二娘子，银莲夫人的阿姊。她为何要这么做？这事你应该问他，不该来问我。个中缘由你清清楚楚。银莲夫人每每以回府探望二娘子的名头外出，此事管家可以作证。夫人与二娘子一直有来往。这倒没有。听说姐妹二人从前积怨颇深也是近段时间才再有来往的。
你若早知二人交恶，那么银莲夫人便是在撒谎了。你明知道赖二娘子深爱徐凯，而徐凯麻风病愈后又与银莲再续前缘，你利用了其恨心起，让他赎出李翰。若不是李翰这只拦路虎，你就成功了。他知道你杀了徐凯之后，必生杀妻之意，只能一次次的潜入府中，意图保护银莲。你知道他不敢报官，便顺理成章的利用他，成功的转移了我的注意力。你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自然想不到李翰因银莲而蒙冤入狱，却至死深爱银莲。断发便是凭证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万万不可能生出杀心。好一段爱恨纠葛的故事，感人肺腑啊！狄仁杰，你言之凿凿，是有将我治罪的证据了吗？我没有证据。李翰和徐凯皆已身亡。只凭着在你府中找到的笔蔓子，不足以给你定罪。狄明府，我诚恳在诗坛的盛名，岂是你几句风言风语就能动摇分毫的？你如此构陷于我，现在你该考虑考虑你的后果了。想你也曾是凭借真才实学叱咤诗坛，怎会沦落至此？接连3人因你丧命，你心何安？一派胡言！来人，给我进去门！啊！来，抬！变成石头。石稿呢？我的石稿呢？在这儿呢。其他石稿呢？我其他石稿了。在去往长安的路上，是我吩咐马融入得府来，将他们都替换了。这些诗稿都是银莲夫人的笔体，是你还未来得及誊抄之作。你每日假装悼念，将自己锁在夫人房中，其实是在翻找遗作。我治不了你的杀人之罪，可你用银莲的诗作金鸡夺魁，欺君之罪，你照样难逃一死。成公，我今日不抓你，你走吧。可是你要记着，今日之后，你的一切虚名就是个笑话。
在蓬莱长事已久，多有违背律令的地方。狄仁杰打算怎么处置我？他说：“你输了，以后蓬莱县，你管得的，他来管；你管不得的，也由他来管。”这雨终于停了，可不是吗？红杉木做的。小时候在长安，有一户人家，千里迢迢从剑南道运了一棵，种在自家院子里，又高又绿，隔老远就能看到。天地入长夜，生死两茫茫。第一次做，要是不趁手，我再改。做得很好，不必改了。谢过冥府。들어가 숨어 있으라고 했잖아. 배가 아파서 그래서. 내가. 내가 이 배는 정말 무섭다고 말하지 않았나? 선원들이 모두 칼을 차고 있는 걸 보면 분명 도적들이네. 아니 알겠는데. 만에 하나 이 선원들이 내가 자네를 가리고 이 배에 탄 걸 알게 된다면 분명 자네 모가지를 베어버릴 걸세. 아 버리자. 알겠어. 자. 이걸로 해결하시고, 어? 이걸 해결하시게.
天文笔大风势。意思是，我忘，这是孝敬刘中士。白凯，你们顾传主准备了不少好东西啊。刘中使远道从京城来替金上采办，听说他还是皇后的亲信，咱得招呼好了。是，但是你们平时对本官吝啬的很嘛，拿一些毛皮人参就把我给打发了。意思是说笑了，你是掌管码头的市舶使。顾船主家的哪船货物进港敢忘记打点？你意思是啊？再者，我还听闻刘中使此次来意不善，咱把他伺候好了，以后大家才有钱赚，是不是？也是。怀英，关师，京城一别有1年多了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在悲欢亭外为你送行，亭外一片落花，真是令人惆怅。那个时候我便在想，何时何月何年何地才能与你重逢啊？我在这海域边地不是也挺好的吗？你瘦了。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皇后当朝，很多官员不是被降职就是被废除，我也不例外。不听。说刑部有人陪着刘中使来蓬莱，我当时就想，这要是你该多好，居然是我。本来想的，陪刘中使赴完晚宴再来找你，怎么在这里就碰到你了？我是来这儿赌一个叫顾梦斌的船东，因为一个小案子，我传唤了他3日，他都避而不见。顾梦斌，这么巧，今天晚上做东的就是他。顾船主到。二兄，你看那边。顾家的阵仗也太大了。他是蓬莱最大的船主，这港口进进出出上百条船都是他的，他的船能开到倭国跟百济国呢。你们几个先去收拾一下。快！下车。意思是。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拿走啊？意思是，今天晚上在刘中使面前，
绝对不能提黄金，尤其不能提百济金几个字。他们往帐篷里运什么呢？看不见呀。肯定是什么宝贝。小民冒昧得知，钟使入宫侍候金上和皇后之前是在海边长大的，便斗胆将这宴席设在此处，愿钟使开怀一醉。听说顾传主心思缜密，看来本官的底细早已被你摸得一清二楚啊。小民不敢。钟使。下官在市舶使，主管海外进来的货物。不知刘中使此次来，要采购点什么？这要看蓬莱有什么了。都是些微薄之物，恐怕入不了金上和皇后的眼。下官请刘中使先过目。我是个粗人，平生呢只好2样物事：一呢是金个曲儿，2是黄金。钟使说笑了，蓬莱不产此物啊。但是歌妓顾传主已经为您准备好，就在外边，就在外边。顾传主啊，还给您准备了一些薄礼，希望钟使笑纳。等等，什么人啊？不长眼啊！狄明府不认得。小的有眼无珠，请明府恕罪。明府，之前就是这个叫白凯的衙人，我找顾传主，他从中百般阻挠。哎，一定是误会，小的怎敢？都站好了啊！别起了，别起了。唐娘子，狄明府，并刘中使，蓬莱县令狄仁杰求见。这是市舶使给刘中使的接风宴，让他来作何？听说这狄仁杰和侯府郎是旧相识啊。回中使，在下与狄仁杰确实有同窗之谊。我还听说，连皇后都对他颇为赏识啊。是，不过在下看来，他生性好动，在京城赠贤不闻暗读，奉皇后之命，在蓬莱施展权巧。请狄明府。是。有请狄明府。慢点跑。下官狄仁杰见过刘中使。侯府郎，意思是？市舶使是5品官，比7品县令高啊。坐。
听说狄明府生性好动，这黑夜前来，不是为了蹭口酒吧？刘中使自京城来，下官有事远迎，以示失礼。不要说这些客套话，我是个粗人，想必狄明府是为了公事而来吧？侯府郎把你捧上了天，我倒是好奇了。哎，没见过县令断案，如果你有公事，就在这里办，让本官看看。下官从命。刘中使，咱们还是先听个曲儿吧。祭乐入。有劳曹娘子。此画中人叫王内德，据说是顾传主手下的一个衙人，负责转运海外货物。狄明府，我早就跟你派来的人说过，我手下没这个衙人。哎，娘子，给刘中使弹一曲。娘子怀里这面鼓，倒是很特别嘛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。在下乔泰，请问娘子怎么称呼啊？我叫玉素。听口音， 저는 백제국 사람이에요. 哦，开爷莫管闲事。我跟玉素娘子说话，与你何干？不巧，今晚这里的歌妓我们全包。有钱了不起啊！我干。跟班的了不起啊！你给我等着！数日前，衙门公差接到举报，说有间租铺逾期没有交租。经查，便是此画中人于数月前出海，原定上月返回，却迟迟未归。于是，本官便差人去找顾传主核实。拖欠租金，区区几个小钱，哎，何必要惊动顾大船主啊？中使所言极是，只是查出的货物非同小可，是陌刀。